先声明，这集影片主要是我个人对于周遭法国巴黎地区所列举出来的真实案例，并非代表所有法国人都有同样的反应。接下来的影片会以时间轴按顺序向你叙述从2019年底到2021年底，这中间我在法国巴黎的所见所闻。Salut， c'est Cynthia大苗。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看法国的2、3事。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您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2019年底，当法国开始有新冠肺炎的案例时，法国前卫生部长曾表示说不用戴口罩，而我一个怕死的台湾人，则早早就将口罩戴好戴满，也同时提醒周遭的朋友们能一起戴上口罩防疫，但都不被当作一回事，听过就算了。虽然他们可能因为有些恐慌而产生囤口罩的行为，但在路上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位法国人有戴上口罩。可能是在法国疫情爆发前，法国人普遍认为只有罹患重病或是精神病的患者，甚至是只有医护人员在其工作场所才会戴上口罩。而我在这样的风气下，当时走在路上都会接受到许多注目。而当我向其中一位法籍友人询问说，为何法国人抢口罩抢那么凶，但在路上完全看不到半个人戴上口罩，那这样抢购口罩的意义何在？但他只是淡淡的回我，有道理，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再来，法国政府可能看疫情延烧不止，改口下了需戴口罩的禁令，这时许多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后续都有一些抗议政府强制要求人民挂上口罩的抗议活动。而当时就我的观察，少数的法国人会利用周遭并无警察出没，而在空旷的户外摘下口罩，表示自己需要呼吸。没错，有些法国人则是认为戴着口罩使他们无法好好呼吸。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让我们把时间拉到2020年初，在大专院校还未被关闭之前，我仍然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上下学，在前往搭车的路上停红绿灯时，遇到对面的老先生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大声地向一旁的老伴说，对面有中国人。我在心里把白眼都翻到后脑勺去了。还不止这一件，之后我在转车途中擦身而过一位女士，看到我亚洲人的脸孔，将围巾遮住嘴巴，然后快速离开。我傻也想说，怎么不遮到鼻子，只遮嘴巴有用吗？还有更奇葩的事件，别班同学刚好同时修同门课，还故意坐离亚洲脸孔的同学们很远，并大声嚷嚷要靠窗的同学开窗，不然在教室内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这倒是我第一次在法国遇到这样明目张胆的歧视事件，不然法国因为多种族融合，不太会有歧视发生。当疫情下每天确诊人数持续上升时，法国政府发现需要直接封城。令人感动的是，封城初期，法国人会自发到阳台拍手鼓掌去鼓舞前线的医护人员。当然，突然把所有家庭成员强制关在家，这导致家庭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数据可以得知，法国家庭失和的案例持续上升，父母改为在家工作，并同时需兼职照顾小孩，因为学校也同时关闭。而最受封城所影响的，应该就属员工了。他们很可能突然被公司资遣，顿时失去经济来源，所以不难想象，法国当时可是各地怨声载道。之后2020年年中，法国解除封城后，疫情仍旧反复，所以开始有了宵禁、couvre feu等相关限制。而2020年底，不晓得是谁在社群网络平台 Twitter 上面发起攻击亚裔的活动，底下仍有一堆人响应按赞。而我当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是因为有同学私下传给我，希望我能注意安全。虽然之后我出门并未有任何遭受攻击的情况出现，但有传闻说有亚裔走在路上被莫名其妙攻击、痛殴，并造成受伤的情况。这时亚裔群体间人人自危。再来到2021年中，法国政府重新开放餐饮业和艺文场所，但限制人民进出这些场所需出示核酸检测 test PCR 阴性证明，或是打完2剂疫苗 vaccination 后才能获得的健康通行证 pass sanitaire 的择医证明。同时，为了增加法国人的疫苗覆盖率，法国政府祭出新政策，将2021年底以前原本免费提供的核酸检测 test PCR 改为需付费44欧元。以上所提及种种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的新政策，让法国人觉得他们选择防疫方式的自由受到侵犯。各地都想一起持续到现在反对健康通行证 pass sanitaire 的抗议活动。
其中2021年中解除强制戴口罩禁令后，我在2021年底自我居家隔离超过8个月后，第一次出门去打第一剂疫苗时，就只有我乖乖戴着口罩，其他人要么戴在下巴抽烟或讲电话，要么像这样戴在手上。就我在疫情下的观察来看，法国人从头到尾都不太把疫情当作一回事，可能他们之前流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不少。所以虽然法国一天确诊人数最高峰有达到接近10万人，在世界排名前几名，但有认识的法国人对于反复确诊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或是他们刚好为无症状感染者，然后就开始和其他人说不用太担心，感染也没事。我真的是听到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说到这里，你可能下巴都掉到地下室了。我再重述一次，本集重点有第一，亚洲脸孔有容易被歧视的情况发生；第二，法国人体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之有故，两者皆可抛的价值。最后偷偷告诉你，若你想了解注射2剂 Pfizer 俗称的 BNT 疫苗后的反应，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你们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